当地时间4月18号下午，因常任理事国美国一票否决，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接纳巴勒斯坦成为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美国阻挠巴勒斯坦入联，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当天下午，由15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对一项建议联合国大会批准巴勒斯坦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草案举行投票。草案获得12票赞成，美国投了反对票，英国和瑞士分别投了弃权票。由于常任理事国美国一票否决，草案未能通过。该决议草案由阿尔及利亚起草，此前在各方决力下，投票时间已经进行了多次变更。 12 votes in favor, 1 vote against, 2 abstentions. 巴勒斯坦目前是联合国观察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接纳新会员国需经安理会推荐，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由于接纳新会员国为实质性议题，安理会的决定需要至少9个安理会成员同意，且未遭常任理事国否决。 联大表决则需要会员国2/3多数同意。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对巴勒斯坦的广泛同情，只要安理会通过决议，联大表决大概率能够通过巴勒斯坦入联。 巴勒斯坦总统府18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关于巴勒斯坦申请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声明说，美国的否决是不公平、不道德且无理的，违背国际社会意愿。此外，声明感谢在安理会投票支持该决议草案的国家，这证明了世界是站在正义、自由与和平一边。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表决后做解释性发言时表示，今天是令人悲伤的一天。由于美国的否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遭到拒绝，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的梦想被无情击碎。中方对美国的决定感到十分失望。有关国家不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声称理由是巴勒斯坦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不容置疑，不容交易。傅聪表示，所有真心支持两国方案的国家都不应该反对巴勒斯坦正式加入联合国。我们相信，总有一天，巴勒斯坦国将在联合国享有同其他所有会员国同等的权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作为2个国家，可以比邻而居，和平共处。 据联合国网站发布的新闻稿，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表示，投票结果表明，美国已经被完全孤立。涅边贾表示，这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第5次否决安理会决议。涅边贾批评美国称，对华盛顿来说，巴勒斯坦人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是实现以色列利益道路上的障碍。 Это бесплодная попытка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еумолимый ход истор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когда Вашингтон оказал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 полной изоляции, говорят сами за себя.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入联表决中行使否决权表示遗憾。盖特表示，此次入联表决只是巴勒斯坦人民长期政治斗争中的一步，巴勒斯坦一定会在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取得这一斗争的最终胜利。 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多个阿拉伯国家也发表声明，对美国否决巴勒斯坦入联决议草案深表遗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凌晨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美国施加压力，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声明重申，巴勒斯坦人民将继续奋斗和抵抗，直至建立独立的、主权完整的巴勒斯坦国。正午短评热点直说。 巴勒斯坦入联遭美国一票否决，并不意外。考虑到美国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以及巴勒斯坦入联对以色列的不利影响，美国否决可以预料。那为何明知不大可能通过，巴勒斯坦还是在13年后大力推动入联呢？原因有几个。首先，目前以色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即使西方内部也有很多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是推动入联的好机会。投票结果来看，美国的盟友法国、日本、韩国都投了赞
赞成，其次就是入联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可以增强巴勒斯坦的主权国家地位和谈判筹码，推动两国方案。最后，即使被美国否决，也能凸显出美国以色列的孤立，争取国际支持。这次还有英国和瑞士投了弃权。那么，如果巴以冲突再持续，巴勒斯坦平民伤亡加剧，下一次投票弃权票可能就更少了。